西施作为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，留下了很多美丽的传说。由于年代久远，这位美女的出身以及她的爱情故事也显得扑朔迷离。她与范蠡的爱情故事虽然被后人津津乐道，但也许只是后世文人和百姓们的美好幻想。西施这位中国第一女间谍，在深入吴宫的多年间，难道就从来没有对她用情至深的吴王夫差动过心吗？西施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的结局是怎样的呢？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，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，品读经典人物，感悟别样人生。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四大美女之首西施的故事。西施本名施夷光，出生于今天浙江省绍兴市诸暨的祝罗村。祝罗村有东西两个村子，西施住在西村，所以被称为西施。西施的父亲是个樵夫，母亲是浣纱女。西施长大后也随母亲浣纱，也跟随父亲卖柴，日子虽然清苦，但也十分快乐。少女西施初长成的时候，正是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，越国有亡国之危的时候。这时越王的士大夫范蠡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，为越王勾践献策，在民间访查美女，用来迷惑夫差。西施身在偏僻的小山村，但天生丽质难自弃，范蠡还是发现了她，决定让她承担迷惑夫差的复国重任。西施虽然生得倾国倾城，但这时候还缺乏一种美人的才艺和气质。范蠡将西施和以甄旦为代表的其他美女一起带回越国，给君王后看。郡王后认为，能够吸引吴王夫差的美女，只有美貌是远远不够的，还要能歌善舞，还要有优雅的体态。于是西施就在越王宫中加以训练。3年后，训练有了很好的效果。在西施的刻苦努力下，她从一个举止粗俗的村姑，变成了一位举止得体、一颦一笑自有神韵的美女。到了吴宫，西施穿上华丽的宫装和显得步履十分轻盈的木屐翩翩起舞，瞬间俘获了吴王夫差那颗骄傲的心。接下来大概10年的时光，夫差都沉浸在自己对西施的爱情中无法自拔。夫差为西施建造了春宵宫，在宫中筑大池，池中设有青龙舟，他时常与西施一起戏水，又为西施建造了表演歌舞和欢宴的馆娃阁、领馆等，极尽奢华。西施最擅长跳响鸡舞，夫差又专门为她筑响鸡廊，用数以百计的大缸，上铺木板，西施穿着木屐起舞，群伎小伶，节奏悦耳动听，夫差如醉如痴，从此荒废了朝政。夫差为了向西施示爱，除了为西施煞费苦心、大兴土木之外，还有一些很让西施感动的行为。在今天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着一件珍贵的青铜合音铜盒，在这件青铜器上写着：吴王夫差用青铜为一位女子铸器皿，占卜的结果是吉利。盒是一种盛酒用的器皿，用青铜饮酒是只有诸侯们才拥有的权利。夫差要为一个女子铸青铜器，还要很严肃地进行占卜。一来，他的这种做法也许遭到了朝臣们的反对，夫差需要一个让臣民们无法反对的理由，所以就通过占卜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没什么不好。二来，说明夫差对西施真的是爱到了骨子里，不惜违背那个时代既定的礼法，也要为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自己正式妻子的西施铸一尊青铜器。西施每天和夫差在一起，也渐渐知道了很多吴国的大政机密。与西施一同来到吴国的一些美女早已对夫差动了情，并且开始贪恋吴宫的繁华，渐渐忘记了为越国复仇的使命。西施还算是比较理智的，她始终记得自己是越国的女儿。也许是范蠡把家国大义的思想深深刻在了西施的脑海中，也许是西施自己认识到她必须坚守初心才是正确的。也许用谗言害死伍子胥，西施的内心也是有一定的负罪感的。
毕竟夫差对西施的好，西施也是能感知到的，他也渐渐对夫差动了情。伍子胥对吴国的忠心，西施也不可能不明白。犹豫再三，西施终于狠下心来，在夫差面前进谗言，加害伍子胥，导致夫差渐渐疏远了伍子胥。伍子胥临终前发下毒誓，让人把自己的眼睛悬在苏州城门上，自己要亲眼看着吴国被越国灭亡的那一天到来。伍子胥被杀之后，吴人对西施的恨意如滔滔江水，再也难以抚平了。夫差对大臣残暴，对西施却无比珍爱。在战场上，夫差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君王，在西施面前，他只是一个温柔多情、如父如兄的丈夫。最初西施还能对夫差若即若离，保持冷淡，后来西施也陷入了痛苦的挣扎中。如果真的到了姑苏城破的那一天，他该怎样面对夫差，怎样面对吴国的百姓呢？吴国灭亡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，西施的内心是愧疚的。也许夫差早就知道西施出现在他身边是来者不善，但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不爱西施。直到亡国的那一刹那，他还是没能放下西施。最后时刻，夫差已经知道了西施的间谍身份，完全可以杀了西施以泄心头之愤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。西施也许带着对吴国百姓的愧疚沉湖自尽了，也许回到越国后仍然对夫差不能忘怀，也许造成夫差亡国的更多的还是其他政治军事上的失误。但是夫差沉迷酒色，无论如何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吧。其实夫差自己要迷恋西施，也怪不得西施的，但是吴国百姓不敢把亡国的罪责归在夫差身上，所以西施就成了他们的发泄对象。毕竟西施只是一个弱女子，即使贵为娘娘，有一天失去了夫差对她的保护，吴国的百姓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了她的性命。虽然西施与范蠡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，但是当时任何的史书中都没有记载，传说只是传说。也许范蠡与西施之间虽然有过一些接触，但是却从没产生过爱情。西施作为一个女性，也许会对才貌过人又很有抱负的范蠡动了真情，但是范蠡始终是一个为家国大义舍弃儿女私情的国士。站在西施的角度，他也许怨过范蠡的绝情，但最终还是理解了范蠡的选择。也许西施和范蠡虽然有感情，但这种感情也很快就消亡了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越国的另一位大臣文仲在范蠡和西施萌生感情的最初阶段，就把西施带回越国王宫去了。最后西施也许跟范蠡一起走了，但未必就是和范蠡结合成了他的妻子。范蠡是有妻子的，这个妻子在范蠡后人的家谱上记载，应该是一个皇室女子。就是这个女子给范蠡生了3个儿子，后来还跟随化名陶朱公的范蠡一起离开了越国。为西施写下跟随范蠡泛舟五湖的结局，是历代文人编织美好故事的需要。大文学家苏东坡先生曾经写道：五湖问道，扁舟归去，仍携西子。今天在山东肥城桃山，据说还有范蠡和西施墓。但真实的历史往往是很残酷的。贾谊在《新书耳壁》中说，越王勾践破了吴国之后，秘密屠杀了帮助他复国的功臣，范蠡和西施被绑上石头，沉入太湖湖底。这也是一种说法，不过我们更愿意相信范蠡是早早归隐，而且后来又成为了当时有名的富豪的。只不过那时他已经化名陶朱公。不久，为了躲避勾践的追杀，范蠡又改名为蚩夷子皮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种用皮革做的盛酒的器皿。范蠡归隐，西施却未必与他泛舟五湖，开启余生的幸福生活。西施与范蠡一同归隐、泛舟五湖的传说，只见于《越绝书》这样的地方史志。东汉范晔所著的《吴越春秋》记载，西施被装进皮革制成的口袋中沉湖，死法和当年夫差杀伍子胥时一样。
还有记载说，因为越王勾践垂涎西施的美色，君夫人命人将西施秘密沉江。此种说法见于《东周列国志》。墨子亲事也提到，西施因为太过美貌，遭到越王宫中美人的嫉妒而被沉江。一个间谍深入敌人的内部是很危险的，在姑苏城破之时，西施很有可能已经被冲进王宫的乱军杀死，或者被有心复仇的吴国臣民杀死。有一种说法是，西施因为爱上了夫差，最后带着愧疚殉情而死。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，西施的结局还是以悲惨的居多，也许这种结局才更符合人性的真实。在那个时代，女子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只能任由男性摆布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借林黛玉做吴美银的机会，对西施的命运发出了沉重的叹息，同时也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思考。一代倾城逐浪花，吴宫空自一儿家。笑贫莫笑东篱女，头白溪边上浣纱。说明曹雪芹是相信西施被沉江这个说法的。西施被越王选中去承担一个复国的重任，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。明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为什么最后反倒是普普通通的丑女东施过得幸福呢？即使西施最后真的与范蠡归隐太湖，她就真的幸福吗？也许回想起那一段在吴宫的漫长岁月，西施的内心始终是沉重而苍凉的吧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就请转发、点赞、加关注吧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